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青瓜番茄汉堡，大家可以看见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动态，中间是一块牛扒，最后呢是用 Cycles 渲染出来的。OK， 好，我们现在呢可以进入这个汉堡包 Hamburger 的文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渲染一张给大家看一下效果。然后呢，这里呢是用碟子装起来。好，不好意思，我刚才打开错了一个错误的文件。然后呢，现在回归到位。然后现在呢就是做成这个样子，可以看见啊，这个青瓜，还有番茄，还有牛扒，还有芝士都做出来了。然后特别强调一下，这个芝士呢的难点就是说，我们要做成它用布艺工具 ，OK。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它的纹理，这个难点就在这儿 ，OK。好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文件存盘。我们重新打开一个 Brenda 的 4.5。OK， 然后呢，我在这个教程里，我们需要用到一些纹理，像番茄的，大家在 Google 搜索 tomato 就番茄了 ，texture 就纹理 HD 高清，找到这一个。然后呢，还有青瓜的，找到这一个。然后呢，我只示范一次做番茄的给大家看啊，青瓜的呢，大家就可以自己会做出来了，好吧？然后呢，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可能做那么多。然后呢 ，X 键把立方体删掉。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先添加一个 Mesh 的UV 沙反，这是一个 UV 球。然后呢，打开 X 光工具，然后这里进入编辑模式，鼠标移到 Viewport， 一键看 ，OK， 你就能看到这两部分。那我们呢，先做下面的，也可以先做上面的。那我们先选面模式，然后拉个框选，把一半选了 ，OK， 把一半选了，我们可以留着。然后呢 ，Select Invert， 那就是把下面一半 X 键删除 ，OK。然后呢 ，A 键全选，用伸缩工具把它稍微压扁一点啊。当然，如果你做的是 Hot Dog 的话，还可以把它拉长 ，OK， 好吧。然后呢 ，Object Mode 物体模式，把 X 光工具删掉啊，sorry， 把 X 光工具关掉，鼠标右键 Say Auto Smooth， 那它呢就是圆滚滚的。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进入 Viewport Shading， 然后进入这个叫做叫做 Viewport Shading 啊，第二个。然后呢，在这给它一个材质颜色 ，OK， 面包大概这个颜色呢，大家可以复制这一部分啊，复制是井ABCD 的7828FF 啊。好，这一部分做成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在位置设置这里啊，大家可以看见，如果用旋转工具的话，这样旋转，让它180度旋转是绿轴，那我们在这呢就可以改成180度，那也就是说它上下都有了，对吧？但是呢，我们 Ctrl+Z 它，因为呢它这下面这里是空的，我们先进入编辑模式，选线模式。OK， 然后呢 ，ALT 鼠标在外面取消所有点选，点击一下就行了。然后呢 ，ALT 左手 ALT 的键，右手鼠标左键就把这一框全选了，就是这一圈儿。然后F 键，sorry， 我这搞了个中文 ，OK。然后呢 ，F 键就可以把它填进去了，填好了。然后呢，在 Object Mode 这里呢。那你这一半个面包就做出来了。然后呢，你可以加低做一个它。然后刚才说过，在 Y 轴这里我们把它180度，那这两个面包呢就做出来了。跟着呢就是它的芝麻，我们 Mesh 再来一个 UV 沙反，把它移到右边 ，OK。然后呢，鼠标右键 Say Auto Smooth，
然后点击伸缩工具，把它缩得很小很小，因为这是个芝麻，而且这个芝麻呢必须是长一点的 ，OK， 然后再缩小一点，然后呢这个颜色呢，大家可以选这个颜色，但是呢把它的颜色再搞浅一点点 ，OK， 哦 ，sorry， 选了这个颜色啊，选了这个颜色以后要复制一个，然后再把颜色搞浅一点点的芝麻的啊，偏白一点 ，OK。然后呢，你可以在这儿改个名字 ，sashimi，OK， 就写一个芝麻，那给个名字，然后这个呢就给它改个名字叫 bomb。好像是 bomb 吧，或者是 bread，B-R-E-A-D，OK， 面包。那而且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改名了 ，B-R-E-A-D， 第一个是面包一，然后呢再把这个沙发改名 B-R-E-A-D 2 ，OK。那呢这里有一个，这里也有一个，一个是 bread， 一个是 bread 2啊。然后呢，我们把第一个，当然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啊，把这个芝麻做上去以后，把它再旋转过来也是可以的 ，OK， 啊，就是做完芝麻在上面以后 ，Ctrl Shift 加 D， 然后把它反过来也是可以的 ，OK。然后呢，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bread 2隐藏一会儿再说，我们先聚焦到第一个，然后呢给它一个粒子模式，添加 hair。然后呢，这里呢，我们大概是需要500个吧，试试。然后呢，把它的这里改成 0.5，OK。然后呢，给它高级设置勾选，然后呢，让它的这个芝麻呢不规则的旋转。我们随便这样啊，然后呢 ，render 这里呢 ，as object 啊，这里呢还有这个芝麻沙法。002我们要改的是 C 米 OK 啊，也是变成芝麻，然后选回它啊，这还是在它的粒子模式这里，我们导入的是这个芝麻，我们这里选芝麻 OK， 就是这个小玩意儿，然后呢把它的变大 OK， 你看到它现在变大了，可以看见挡在上面了，对吧？那芝麻呢就搞到它上面了。这时候呢，你刚才不是做了一个 bread 2嘛？当然的说，你可以去加 D 多一个它，把它在位置设置这里，是 Y 轴啊 ，Y 轴变成180度，那它呢就变成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是吧？这 bread 001就出来了。那我们可以把刚才那个删除啊，然后呢把这个双击一下子改个名字 bread 2。好，那这两个面包块就基本上就出来了。我们先把第一个隐藏 ，OK， 然后呢跟着就是做牛扒。牛扒呢就是是一个圆形的，也是一个，所以牛扒呢你可以用一个silent 啊 silent OK， 然后呢伸缩工具把它压 OK。好，然后牛扒的形状它不一定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进入编辑模式 Edit Mode， 然后呢可以在这 look 一下或者是说换点模式，把这个打开，然后呢用移动工具把它一些点，左手去键右手鼠标左键这两点就选了，然后呢把它稍微就是做成稍微没有那么规则就行了 OK。大概做成没有那么规则就行了跟着呢，好，我们在 A 键全选它，然后鼠标右键让它细分 OK。 当然上面这一块呢你也要好，上面我们现在选面模式，选上面这一块，这样的话呢一会儿我们还可以让它凹凸不平，
虽然面包压下来的话是看不清楚的啊，但是呢，牛扒怎么做呢？在这里也教一下吧。然后呢，我们在这用 Interfaces 工具，记得先选这个面，然后呢，把它往内推一下。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它进行了上部分进行了细分。OK， 如果细分不了了，那就算了啊。好，跟着呢，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 Script Mode。然后呢，新的这个 Blender 4.5呢，它的雕塑工具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们可以选这个，然后呢把它压下来，啊，可以看。那它呢，包括它这个边儿，你就可以做成一些很不规则的样子，对吧？包括它这个边边上，你都可以把它给进行修改。OK。啊，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做太细致了。然后呢，回到物体模式下，好，跟着呢，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个Google， 同样 Google 打 stick，OK， 我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 stick 的文件，找到一个这个文件 ，OK，STEAK 啊 stick STEAK， 找到一个这个文件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给粘上啊，把它给粘上。好，我们现在呢，给它一个材质了，进入材质设置，给它一个新的，我们在这改个名字 STEAK，OK，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先鼠标右键给它一个 Shade Auto Smooth， 然后呢，在这 Shade Editor， 当然你也可以在 Shading 这里打开来进行啊，选这个就行了 ，OK。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大家不懂得这个材质节点的话，大家在 B 站、哔哩哔哩找御姐 K 带你学 Blender，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73，把这个工具换成这样的。这里呢就有4页的教程文件夹，其中包括第1到第2页前半部分以基础教程为主，已经有了建模的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1、2、3讲，其中第2个文件夹就有材质节点6个材质节点，也就是我们这里的 OK 啊，这经常用的。当然其他的还有做游戏的虚幻引擎5的侯庙蓝图，还有基础正式教程 OK， 就是虚幻引擎5的，还有给 3D 人物设计制造艺术 Marvelous Designer 的教程，还有人工智能时代那么多人工智能的网站，如何建立你需要的人物、动物、动态、场景的教程在这儿。当然还有餐厅比赛技术教程汇总在这儿。然后呢，像这种实物教程啊，刚才说过，在第2页前半部分是以基础教程为主，而后半部分就是以 Blender 的建模的教程为主。那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分类，像光的教程、粉丝问题、不一教程啊，从第2到第4页。那这里呢，就可以找到啊，是不是在第4页？食物教程、食物类教程啊，这里呢，你就能找到像果汁啊、蛋糕啊，各种食物类的教程就摆在这里 ，OK， 包括那个啫喱糕 ，OK， 好了，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需加一个 image texture，OK， 粘上以后呢，我们把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 stick 的图啊，那个牛扒的图找到 ，OK， 然后 open image， 那它的牛扒这里呢就完成行了。但如果大家觉得太大，就是这个纹理太大，那你点击最后一个节点 Ctrl T， 这里呢就可以调节让它小一点啊，鼠标左键往下一拉，如果你调2，那它的纹理就会变小 ，OK。好，那这个牛扒呢就这样做出来了。N 键这里 N 键进侧背栏 ，OK， 然后呢，好，到第3部分，呢，我们要设置它的渲染啊，先设置它渲染 cycles， 然后呢 GPU compute，OK， 然后呢让它颜色更鲜一点 ，color management 这里呢大家试一下 very high contrast， 这样不更好看嘛，对吧？好，跟着呢我们就可以做它的番茄或者是这个芝士吧，先做芝士。好，又是这个时候呢，你要一个 cube 啊，然后伸缩工具把它压扁
不要压太扁啊，就差不多厚就行。我总是压不好。OK， 压的差不多扁，然后呢，别忘了进入编辑模式啊，然后鼠标右键细分多一点 ，OK， 然后再细分，鼠标右键再细分一次 ，OK， 这就差不多了。回到物体模式下，跟着呢，我们把这个 OK， 先把这个牛扒在这个叫做物理设置这里，先给它一个碰撞 collision。OK， 这样的话呢，当这个cheese 在它上面啊，在上面实现这个布翼的时候，就不会穿过它。OK，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选了以后，给它一个布翼，然后呢，好，给它一个布翼以后，什么都不用改，然后再在材质这里给它我们双击一下，改成CHEESE cheese， 给它一个橙色的姿势。OK。好了，跟着呢，我们这里可以换成时间针，然后播放一次，那它呢就压下来了。OK， 然后呢，你可以，因为它的这里方方格格的没那么好，所以鼠标右键 Shift Move， 然后呢，不用让它去到那么多，大概我们把这时间针搞到50。OK， 时间针搞50。然后呢，这个物理设置呢，进入它的物理设置，在这最下面这里 ，OK， 这里下面有个 cache， 然后呢，你把它也变成50 ，OK， 好，我们再播放一次，然后呢，好，它现在呢就搭了下来了啊，我们把它先背一次，先烘焙。好，烘焙完以后，我们播放。好，大概是让它走到，它掉下去了啊，我们让它垂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个时候呢，在修改器这里，它已经有了 Curve， 然后你把它 Apply 就行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固定在这个位置，就不用播放了啊，固定在这个位置，这个姿势就盖上去了。OK， 做的那么辛苦，别忘了先存盘。OK， 我们先存在一个文件 downloads。OK， 起个名字叫 class 或者是 hamburger。OK， 起个名字 hamburger 先起个名字，这是 4.5 版本。好，跟着呢，到另外一部分，就也刚才说过，有番茄，有青瓜，对吧？然后呢，我们先又是加一个silent 然后呢，用压下来。 OK， 这番茄嘛，肯定就是小块的嘛，先把它压扁。 OK， 然后呢，鼠标右键 Shift Auto Smooth， 把它先拉出来以后呢，用伸缩工具把它压小放小。青瓜也是这样做那我就不重复了。好，来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先给它一个材质，第一个材质 OK， 这是第一个，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写成 tomato 然后呢，这 silent 001也改名字 tomato。还有刚才姿势这个，它是 cube 是吧？我们双击一下，在这改个名字 CHEESE 姿势。好 ，tomato 这个呢，一般它那个外表是红色的，对吧？好，我们再给它第二个材质给它新的。然后呢，我们在这拉出一个界面，那这又是可以拉出一个界面，其实就是刚才说的 shading 这里 OK 一样的。好，然后呢，跟着我们把我们之前说过的番茄这个图下载了以后导进去加一个 image texture 大家记得这个青瓜也是这样做青瓜的话，你就把这个颜色变成稍微深的绿色就行了。 OK， 然后呢，第二节这里个呢 tomato 2 OK， 青瓜的话这里就改成 cucumber 2就行了。好，我们打开进入这个文件。
好，找到那个hamburger 的这个文件，然后找到番茄啊，大家一定要对应啊。好，跟着呢，在这里进入编辑模式，我们要番茄这上面是番茄的样子的，我们选这个面，只是这个面，或者加上底下这个面也可以一起啊，这个都可以啊。然后我们主要是选顶上，因为底下那看不见的，对吧？然后呢，在 UV Editing 这里呢，好了，我们鼠标移到这个界面7键 ，OK， 然后在 UV 这里 Project from View， 好，然后在这里呢，你就要把番茄这个文件导进去啊，在这选番茄文件，刚才是没有的嘛，是吧？然后呢，我们 A 键全选它，然后用伸缩工具把它拉大啊，刚好 match 这个位置 ，OK。好，然后呢，你看，然后呢，这第二个进入编辑模式下啊，因为选了这个面嘛，别忘了 assign。这样的话，你看这个番茄这部分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如果让它更立体一点，是加 A 加一个 bump 节点，然后连上 height， 这里连上 normal， 然后呢，有点太厉害的话，我们把它变小啊，拉小这个强度 ，OK。那这个番茄表面的纹理突出就非常惟妙惟肖了。那大家青瓜呢也是这样做的 ，OK。那我这里呢就不做青瓜的这个给大家看了，你就自己做，去加 D 啊，然后把这个番茄像青瓜也是，把它做完了以后，把它搞几块，去加 D， 然后呢移到这来 ，OK。跟着呢，好，这番茄做完了，青瓜做完了我假设已经做完了，那这跟着你就可以把上面那块面包打开。就盖上去，然后呢移到合适的，不对，然后把这面包移到合适的位置啊，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个芝士这个番茄不够厚，那重新用伸缩工具把它搞大块一点，拉大块一点，然后呢把它上移一点 ，OK， 这个也可以伸缩工具拉大块一点上，然后再把这个面包拉上去。选面包移动工具往它上移一点 ，OK。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汉堡就做出来了，对吧？跟着世界背景呢，你可以在polyheaven.com 这个网站 ，OK， 直接找 HDIS， 然后在这搜索 restaurant 当然就其他背景也可以的大家点进去，这里呢就是 4K 或者多少 K。然后都可以大家当然只要你电脑能承受，搞到再轻也可以。这个呢 HDR 或者 EXR 都可以选，然后呢点击下载。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文件放到了我的一个文件夹里，这个文件夹里 OK， 那直接呢就能找到，我们找 hamburger 把它下载到这个文件夹，找这个 OK， 然后 open image， 这样 viewport setting 你一看，它就已经在了。然后呢，我们可以让cycles 算了 OK， 然后这里呢30，为了算得更快一点，我们把这个数字调小，然后呢这是128如果你要背景也可以，我们先把摄像头装好，点击摄像头 N 键出侧边来，点击 View 勾选 Camera to View 滚轮放大 OK。 那这个汉堡包呢按住鼠标中轴就可以往上看 OK。 好，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勾选关掉 N 键进侧边来。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背景，如果不想要的话，还是在这儿这个工具下 Render Property 工具下面这里有个 Film， 就是胶卷吧，是吧？或者电影，勾选 Transparent， 那背景就没了。然后呢，我们 render 一张 image， 可以看看它的效果这个呢是没有青瓜的，但是有让大家自己做作业，把这个青瓜放进去。然后我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然后呢请喜欢我的教程，请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